提到 CQB， 大家的脑子里会蹦出什么画面？是囧维克行云流水的强盗术，还是使命召唤里的破门瞬间？但前不久，乌克兰特种部队放出了一段第一视角的战壕 CQB 录像，几乎颠覆了我们对 CQB 的所有想象。画面里只有幽暗泥泞的战壕，也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坚，而是一次极度混乱的反渗透。因为俄军已经悄悄摸进了阵地的内部，指挥官在睡梦中被摇醒，听到的第一句话是：敌人已经在我们的战壕里了。紧接着，一架 FPV 无人机直接钻进掩体，剧烈的爆炸过后，画面陷入一片黑暗。录像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呼喊：“你还活着吗？”回答却是不知道。而这才是 CQB 的真实面貌。这门技术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邪门的气息。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好好聊聊这个现代战争中最血腥、最复杂也最被误解的战斗方式 CQB 室内近距离战斗。想了解 CQB， 咱们得先明白一件事，而这门技术它和堑壕战没什么关系，也不是从二战的废墟里爬出来的。恰恰相反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CQB 都跟传统的步兵战术尿不到一个壶里。在 CQB 出现之前，军队怎么打巷战？很简单，我们管它叫做喷洒与祈祷。什么意思呢？先往屋里丢颗手榴弹，炸完之后端着机枪冲进去，也不管里面是啥，照着屋里就是一通猛扫。这种战术突出一个简单无脑，但问题也很大，不仅容易误伤平民，关键是它的杀伤效率出奇的低。这里有个真实案例：2004年，在伊拉克费卢杰，美军中士大卫·贝拉维亚一个人清剿一栋房子，他端着一把轻机枪冲进一个房间，一口气打光了整整500发子弹。结果呢，藏在障碍物后面的敌人毫发无伤。那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呢？是恐怖主义和反恐行动。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，极端分子劫持并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，全世界都通过电视直播目睹了这场悲剧。西德警方拙劣的营救行动让各国政府突然意识到，面对这种藏匿在平民中的新型威胁，传统的军队和警察根本就是束手无策。于是，一批专门执行反恐、人质救援任务的精英单位应运而生。英国的 SAS、美国的三角洲、德国的 GSG9 都开始调整自己的定位，而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，那就是如何在毫秒之间突入被劫持的建筑、飞机、轮船，分辨敌友，一枪毙敌，同时还得保证人质毫发无伤。像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套端着机枪装兰博的打法肯定是不行了，他们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的战术体系，这就是 CQB 的雏形。而这套战术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可以说是震惊了世界。1980年5月，伦敦伊朗大使馆被恐怖分子占领，在长达6天的对峙后， SAS 奉命强攻，在全世界的镜头前，黑衣黑面罩的 SAS 队员从天而降，在短短17分钟内击毙5名恐怖分子，救出全部人质，自己无一伤亡。从那一刻起， CQB 就成了特种部队的代名词，在接下来的30年里，它都是这些精英单位的专属，跟常规的步兵没什么关系。直到21世纪，2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，那就是伊拉克和阿富汗。欧美军队发现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开阔地上的坦克集群，而是藏在迷宫般城市里的游击队。以我们前面提到的费卢杰为例，海军陆战队1天之内需要清剿50-60栋建筑，这就意味着 CQB 从一个小概率的反恐场景变成每个士兵每天都要面对的家常便饭了。直到这时，各国军方高层才终于意识到时代变了，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特种部队化被提了出来。说白了，就是把过去只有特种部队才会的独门秘籍下放到普通的步兵单位，让每个大头兵都能学上2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套被特种部队珍藏了30年的秘籍到底包含了哪些杀戮的艺术呢？如果说 CQB 的诞生是一场由特种部队发起的战术革命，那它的核心技巧就是一套写满了人体工学和心理学的杀戮教科书。这套教科书分为2部分，个人和团队。我们先从个人说起。一个合格的 CQB 操作员首先必须是一个几何学大师，因为在室内战斗的本质就是对角度的极致运用。我们来看一个反直觉的知识点，当我们在游戏里要通过一个墙角时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肯定是紧紧贴着墙快速探出头去，对吧？错，在 CQB 里这叫拥抱墙壁，是行动中的大忌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是后退，离墙角远一点。听起来很奇怪，但原理很简单。当你后退时，你牺牲了掩护，但换来的却是一个巨大优势，视野。离墙角越远，你能看到的墙角另一侧的扇形区域就越大，而敌人能看到你的范围反而会变得更小了。关于这门角度的艺术，在一次举世闻名的行动中被发挥到了极致，那就是2011年击毙本拉登的海神之矛行动。根据解密资料，当时海豹6队的队员在摸进那栋3层小楼后，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横冲直撞，而是极其谨慎的，他们利用楼梯井的掩护向上推进。
在本拉登从门后探头的一瞬间，从楼梯的角度率先开火，完成射杀。整个行动中每一次交火都是对角度和掩体利用的完美示范。当然，光会走位还不够，你得打得准。CQB 彻底放弃了泼水式的火力压制，它的核心信条是精准。而要说把精准二字贯彻到极致的，那还得是三角洲特种部队。一位退役的三角洲老兵乔治·易汉德就说过一句名言：没有人会像三角洲部队一样进入房间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三角洲对于射击精准度的要求已经达到了变态的程度。他们的训练标准很简单，一次武器走火，不管什么原因直接开除。训练中打中人质靶永不录用，一颗子弹脱靶，不好意思，加练5个小时。在这种高压之下，队员们对目标识别和精准射击的能力已经内化成了一种本能。这位老兵还讲过一个哭笑不得的故事，来反衬这种能力的含金量。有一次，韩国一支号称跟三角洲同级别的部队来交流，三角洲的教官故意在清房训练前移走了一个房间角落里的靶子，结果那帮泡菜突击队冲进房间后，一名队员对着那个空空如也的角落条件反射的连开2枪。这就是机械训练和实战思维的差别。而三角洲对这种背板出来的成绩是不屑一顾的。那说完了射击，我们再来看看近战。虽说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，但如果一个彪形大汉在狭小的角落里拿着刀冲过来，这时候考验的就不光是射击技术了，更是突击队员的心理素质。在 CQB 的教材里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心理准则，队员必须在心里默念100遍：我可能会被割伤，但我绝不会被杀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刀光剑影的瞬间几乎不可能毫发无伤，一旦被划伤，如果因为本能反应低头去看伤口，或者因为疼痛和恐惧而犹豫，哪怕只有 0.1 秒，敌人就会抓住这个机会给出致命一击。所以突击队员必须在心理上接受受伤的可能，把注意力100%的集中在终结敌人上，这才是活下来的唯一方法。讲完了个人，我们再来看团队。一个再厉害的独行侠在 CQB 环境里也只是活靶子。 CQB 的本质是一项极致的团队运动。一名老兵打过一个绝妙的比方， CQB 就像篮球或者足球，你没时间像打橄榄球那样喊执行10号战术，一切都靠训练形成的默契。为了培养这种肌肉记忆一般的默契， CQB 小组会进行成千上万次枯燥的重复性训练，把各种情况下的战术动作变成标准化的演练。最基础的就是5步突入法：1号位突入，清理盲区死角；2号位跟进，清理另一侧开阔角；3号位和4号位跟进，处理正前方的威胁。所有人迅速离开门口的死亡通道，在房间内建立优势阵地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不差分毫。听起来简单，我们来看一个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真实训练案例。教官先让学员们清剿一个简单的方形房间，大家按照标准流程很轻松就搞定了。然后教官在房间里多加了2扇敞开的门，一扇在左，一扇在右。结果学员小队一冲进去，立刻就懵了，他们被右边的门吸引了全部注意力，完全忘记了左边同样存在威胁。有的人甚至在移动中把自己的后背完全暴露给了其中一个门口，整个小队协同瞬间崩溃。这就是 CQB 的复杂之处，威胁是同时从多个方向出现的，你该如何分配任务，如何保护队友的后背。教官在骂了一通之后，教他们一个新的演练，叫做防弹衣贴防弹衣。很简单，2个人背靠背紧贴在一起，同时向前推进，这样每个人都能专注于自己的正面威胁，同时用自己的后背保护队友。一个简单的动作瞬间就解决了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。当学员们再次突入那个复杂的房间时，变得游刃有余。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演练， CQB 队员的目标是达到格斗心理学中的最高境界，无意识下的有能力。什么意思呢？一个新手是无意识下的无能力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开始训练后是有意识下的无能力，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但做不到。熟练之后是有意识下的有能力，他需要思考每个步骤才能完成动作，而最终极的状态就是把所有战术动作都刻在潜意识里，变成条件反射，不需要思考，身体就能自动做出最正确的反应，这才是 CQB 的精髓所在。那么当这些掌握了杀戮艺术的精英被投入到真实的战场时，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？理论说了一大堆，是时候上点真家伙了。在过去40多年里，有3场经典的对决，完美展示了 CQB 这门战斗艺术的发展过程。首先是1980年伦敦伊朗大使馆围攻战，这是 CQB 的全球首次公开直播。在此之前，没人见过现代反恐战是什么样子。当时6名恐怖分子占领大使馆，挟持26名人质与英国政府对峙。谈判进行到第6天，1名人质被杀害，尸体被扔出大门。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失去了耐心。猎鹰行动正式启动，全世界的观众通过电视镜头看到了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幕：黑衣蒙面的 SAS 突击队员如同鬼魅一般从天台降生而下，用塑胶炸药炸开窗户，在烟雾和火光中突入大楼。SAS 队员们严格执行着演练了无数次的 CQB 战术，分工明确，行动果断。
他们需要在几秒钟内冲进一个个陌生的房间，瞬间分辨出谁是人质，谁是恐怖分子，然后在人质的尖叫和混乱中打出精准的致命一击。最终在短短17分钟内战斗结束，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，19名人质被成功解救， ICS 自身0伤亡。这场行动创造了历史，它向世界宣告一个属于精英特种部队的 CQB 时代来临了。之后是2004年伊拉克的费卢杰战役。如果说伊朗大使馆攻坚战是一把手术刀，那2004年的费卢杰战役就是一把链锯。战场不再是一栋建筑，而是一整座城市。敌人不再是6个恐怖分子，而是数千名躲在断壁残垣中熟悉每一条小巷的叛军。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每天都要面对地狱般的挑战，清剿50-60栋建筑。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炸药去炸开每一堵墙，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从正门突入，一遍又一遍地冲进那个被称为死亡通道的致命区域。也正是在这里，老式的喷洒与祈祷战术被证明是多么的无力和可笑。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故事吗？一名士兵用500发子弹都没能打中房间里的敌人，这就是费卢杰的日常。费卢杰用无数士兵的生命证明了精准射击、团队配合、角度控制，这些原本属于特种部队的奢侈品，对于每一个在城市里作战的普通士兵来说，是决定生死的必需品。可以说，费卢杰之战是 CQB 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块里程碑，标志着 CQB 从小范围的经营战斗走向大规模的普遍应用。第3场2011年刺杀本拉登行动，如果说费卢杰代表了 CQB 的普及，那这次代号为海神之矛的行动则代表了它的深度。全世界最顶尖的特种部队海豹6队去猎杀全世界天子第1号的恐怖分子，目标是一栋位于巴基斯坦的毫无情报的神秘宅地，这是对 CQB 战术的终极考验。很多人想象中的画面是海豹队员们从天而降，踹开大门，一路神挡杀神，但在行动报告解密后，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景象，冷静、耐心，甚至有点缓慢。当队员们摸到3楼，也就是本拉登所在的楼层时，他们没有像电影里那样热血上头直接冲锋，而是严格遵守着最基本的 CQB 原则。当时的行动记录里有这样一句话：我们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在最后几级台阶上飞奔而上，端着枪冲进房间，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门口等待，向内窥视。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利用楼梯井这个绝佳的掩体，一点一点地观察门内的情况，控制着角度。也正是这份冷静，让他们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。当本拉登从门后探出头的一瞬间，走在最前面的尖兵从楼梯井这个安全的角度果断开火将其击毙。整场行动没有花哨的动作，没有多余的火力，有的只是对角度和视野的极致理解，是整个团队无意识下的有能力的终极体现。好了， CQB 的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从伦敦大使馆窗外悬挂的黑影，到费卢杰废墟中挨家挨户的血战，再到巴基斯坦小楼里那决定性的一枪，我们不难看出 CQB 的发展和现代技战术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。当战争被拖进建筑物的今天， CQB 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，它已经成为每一个步兵在城市迷宫中求生的基本技巧。好了，今天关于 CQB 的故事就到这里。你还知道哪些关于 CQB 的冷知识？或者你认为哪部电影里的 CQB 场面最真实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具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就算在外面跑1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，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。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